卡金米马斯外塞，塞，往塞，大古萨图，棺材轮排查。我可以来很多东西和你换鱼。包括这个吗？这个是古董，很贵的。那里要用所有的鱼来换，还要帮我把鱼杀好。小孩子可不能太贪心呐。这飞镖值得这些鱼。成交。小兔崽子挺会做生意啊。汉语是谁教你的？教的这么奸诈。我们木马鲁部落有一些人会说你们的语言，我妈妈就会说汉语，是她教我。今天买卖到此结束。瞎子，我来看你了。我说过你一个人来，我才招待，陌生人我就不奉陪了。嘿，没忘了我吧，瞎子？所以你跟老魏是德国手者同学，后来一起做了无国界医生。你们也是那个时候认识瞎子的。后来你们把家产就全都花光了，然后你就回北京一直消费我。你怎么不学人家自己创业？老板，我来。老魏违背了我们的约定，我们约好了这辈子都不给资本家打工的。我看你也没有遵守得很好哎。我跟谢老板不是打工关系。你是老板，总可以了吧？啊，这是江寒，我的同事，也是我的学生。白山立马被我前几年叫回来一起做项目了。挺好的，你这几年不见，生意越做越好了。我长得还越来越老了呢。来，还是你们仗义。如果说以前有熟人来找我，肯定是要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。只有你们是来陪我喝酒的。
曾经有一支南越贵族出现在这片丛林，留下了一些残缺的史料。其中有一则记载了公元16世纪，木马鲁部落曾发生了一种特殊的寄生虫病，而出现过寄生虫的地方，都发现了这种祭祀神像，上面雕刻着人被寄生之后的离奇死状。古代木马鲁部落认为这是古神对他们的惩罚，所以就开始雕刻这种神像，以求平安。这种疾病虽然很快就消失了，却造成了几万人的死亡。但是老魏认为，这种寄生虫仍存在于原始丛林的深处。没了好，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找他？瞎子，我也从一些传教士的笔记中发现一些记载，这些寄生虫能产生一种特殊的分泌物，经过提取后，会具备神经修复功能。当年一些失明的人，在被这种寄生虫寄生之后，他复明了。找到他，我就能进一步进行罕见眼疾的临床研究了。谢老板资助了我们这个项目。瞎子，希望你能加入我们这支探险队。传说我听过，我早找过了，什么都没找到。我这些资料是考古新发现的，里面有更多的线索。那个年代，有些传教士为了骗取皇室的经费，会伪造一些学术报告。这些资料我都查证过了，值得一试。我们需要你，你也需要这个技术。我不需要。眼睛怎么样了？我还是能看得清你们的。黑爷，真的，你就帮帮老魏吧。对不起，我帮不了。我可以将你们先带进丛林，我自己就不浪费这个时间了。他已经被他的疾病打败了。看来你早知道我会来这儿，才准备了这些东西。那个地方真的什么都没有吗？我都找过了，没有。只要有一点希望，就要尝试去找找看。没有希望。我查过当年得寄生虫病的人，虽然眼睛复明了，但是没过多久就死了，治不好。科学技术不一样了，没有寄生虫可以绝对致命。这里是原始部落，有些东西就是这么绝对。你喜欢这儿吗？我非常喜欢这里。谢谢你一直以来的努力。但是我觉得，到此为止吧。你说过，如果你瞎了，就活不了多久了。我不担心这个，
这儿的林子很野，但你应该没有问题。明天我带你们走水路，剩下的丛林你们也就不需要我了。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木马鲁人在遇到危险的区域，喜欢用石头做标记。如果你遇到这样的石头堆，就不要再往里走了。有的时候，这些石头堆容易被丛林掩盖。这东西值一辆卡车。那地方有的是，在这儿。这种东西别放在房间里。你们成事了怎么分钱？还是老魏拿最多吗？立马拿最多。传教士的笔记资料是他家族留下的。我的祖先来这里做过传教士，有几个因为这种病死了，葬在这里。看来，为了钱，你要掘祖坟了。没错，谁叫他们没留遗产给我？他说了什么？他问我你是谁，怎么说的？打鱼的。老子给你发信息，你装看不见是吧？再不还钱，后果你清楚的。1周，再给我1周时间，到时候我连本带利都还给你。放下！大家都别动，没事的。他们枪法很准，这里在拿我们练枪呢，不要乱动。偶尔也会打偏。别跳，越害怕越兴奋。拜拜。每天都这样吗？我私下给过买路钱的，要不这条河是不让走的。他们枪法很好，虽然朝我们开枪了，但并没有打中我们，这样他们也不算失职，我们也去了想去的地方。是吗？别担心，我明天找他们退钱。老魏，那几笔账是你亲自提出去的，现在你不还回来，谢老板的钱又不到，实验室那边马上就闹起来了。钱的事儿我会搞定的，你不要催我。雨下大了，好好玩。不怕我们都死了？我相信你是个谨慎的人，只要你别乱走。你的脚夫对这里很熟，记得跟紧他们。你在干嘛？我在干预我的祖先。明天镇上有新鲜的忘不了鱼，等你回来，我们去吃。
那些被寄生虫寄生而死的人，尸体会充分脱水形成古尸，寄生虫会在里面休眠。所以，只要我们在丛林里找到古尸，就有机会可以找到寄生虫。这里有古尸！怎么样？有寄生虫吗？我们可能还要往里走。是的，瞎子建议我们不要乱走。你们要是看到这样的石头堆，就不要再往里走了。这个是木马鲁部族危险禁区的标记。不在现场的人没有发言权吧？你对瞎子的话有意见？不敢，老板。天已经黑了，再找3个小时，找不到立刻返回。看来瞎子说的是对的，实在不行，再想办法吧。老板，那咱就再往这边走一走，也许会有线索呢。是吧？再坚持一下吧。白山，走，走啊，走。天黑了，大家小心这里的虫子。我已经被咬了好几口了，这里的虫子咬人真疼啊！徐老板，你被咬了吗？还好，不严重。萨德给呀！不是，这有什么可怕的呀？这个，我看他们是不想往里走。跟他们聊一下，我们需要向导。
要和我们走一趟？警官，我好像没做什么违法的事儿吧？我们发现了一具尸体，卢比说你跟死者生前有过接触，所以你要和我们去警局认尸。不怕我们都死了？我相信你是个谨慎的人。这个人你认识吗？他叫利马，是个法国学者，或者说是传教士。我们在地下河口发现了这具尸体，被发现的时候，他手里正攥着这块布。这条地下河连通着上面所画的山体缝隙，这条缝隙在丛林的深处，已经到了木马鲁人的禁区了。他们为什么要去那么深的地方？不知道，我不记得有什么缝隙啊。那是木马鲁人的秘密。那有人知道在哪儿吗？带我去，我给钱。他们是不会告诉你的，那里是他们的圣地。那要看能不能找对人。这些给你，找2个人。我要去这个地方。这是我们神圣的地方，老祖宗说那有魔鬼。我的朋友现在得加钱。小兔崽子。人破坏了这个标志。大家小心点儿，林子里可能有奇怪的东西。这个人是怎么死的？我不知道，这里跟之前不一样了。别动！它究竟是什么东西？太可怕了！这东西看起来没有眼睛，好像是个瞎子。刚才我们没发出声音，也没有呼吸，它似乎感应不到我们。不对，那就是德洛里，那家是阿杜了。
他们口中反复提起一个音节“那加斯”，什么意思？那加斯是我们木马鲁人的古神，木马鲁人对那加斯非常的恐惧和敬畏。就在30年前，我们每年还必须向他献祭，否则就会受到他的惩罚和诅咒。那他是那加斯吗？我年纪小，没见过。你们最近还会来这里祭祀吗？有一些人会。这些东西看起来很新，应该是我朋友带的脚夫刚祭祀的，他们可能进洞了。杨明哥。你们都回去吧，我一个人进去。麦比勒，麦比勒，张赛迪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们组长发现有人闯入圣地，我们是组长派来探查情况的。那你小子收我钱？那是带你来的费用，你比较天真。哼。他们果然下去了，绳子都挂在这里。这下面可能很复杂，你打算怎么找？猫咪会留下脚印的。雨下大了，好好玩。Mbadi! Vamos! Maglai!看来我之前猜的没错，尽量不要发出声音。
遇到的记得憋气。他是我们在林子里遇到的东西吗？那玩意儿应该就是纳加斯。大家死。你看到了什么？跟着我就是了，别问那么多问题。你怎么都知道？你的组长在请我吃饭。快走！快进去！快走！你拿着，出去再算钱。小崽子！瞎子，瞎子，我就说没你不行。你要是早来，我们就不会发生那么多事儿了。不是让你别乱跑吗？我们路上没有看到寄生虫，也没有看到你说的石头记号。立马看了笔记，说丛林更深的地方有条缝隙，里面也许有更古老的墓地。但我们到了缝隙之后，
立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突然疯了一样的爬下来，我们就急着下来救他。立马最后失踪了，后来我们就被黑暗中的东西袭击了。他死了。啊？警察在地下河口发现了他的尸体。你看到黑暗里是什么了吗？是个巨大的怪物，看到了会颠覆你的世界观的。哎，好了，别说那么多了。瞎子，你下来的时候，应该也看到了那些建造神道的结石了吧？所以我怀疑，前面有一座由古人修建的地宫，而且规模很大。我推测，那里可能会有寄生虫的线索。瞎子，没有继续探索下去的必要了。我们现在应该回去吃鱼。准备回城。哎，老板，立马说有更古老的墓地就有寄生虫，他说的是对的，那里边一定会有寄生虫。老板，就几步路了，不怕攻击你们的东西了。我刚才差点没救成你们。瞎子，有你在，你能应付？我应付不了。必须马上走。谁要是不愿意走的，来年我给你们上坟。瞎子，老魏，你从来不听人劝吗？啊，老魏，是看，以前你就那样，现在你眼睛都要瞎了，还想当老大？谁都不能走，都跟我走。先看，老魏，你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要是控制不了情绪，我会让你永远留在这里，谁都不会知道。瞎子，我要下去。如果为了专利，我不同意。我刚刚听到有声音让我下去。不要下去碰他！老魏，他若不下去会死。瞎子，相信我的直觉，下面有事情在发生，我们必须去看一看。快上！我们下去。老魏，你没事吧，老魏？声音消失了。你们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我什么都没听到？不知道，但我们得下去。你们到底怎么了？那个粘液可能有毒，我们碰的时间太久了。你们不像是中毒，像是中邪。下去就知道了，答案一定在下面。
什么宗教都有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些都是天神伏魔时的愤怒像，被用来作为地宫的石像。从雕刻手法上看，应该是南越人留下来的。这地宫是南越人造的，用这么多愤怒金刚来伏魔，看来南越人想伏的魔不简单呢。你们快看，这里有壁画。看来南越人更不简单呢。他们建造这座地宫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截断水脉。似乎那怪物是通过这个地下水系活动，而这个地宫就像大坝一样，堵住了它的路，把它困在了那个潭里。那下面应该就是地宫了吧？地宫入口藏得够深的呀！这里也有壁画。这算什么壁画呀？你们能看清楚上面画的什么吗？哎，这壁画怎么融化了？危险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不是壁画，是机关。你们细看壁画上的线条，其实是极其细微的凹槽，凹槽里灌了极易燃烧的火焰，外面则抹了一层熔点很低的虫蜡。在常温状态下，这种虫蜡呈固态形式，封住了壁画上的凹槽。一旦温度升高，就会从固态转化为液态。快去！以砍喻艮，山下有险；砍上震下，乱丝无头。上前下里，仙人指路。入口在前位，把火油往中间引。巽位、艮位、震位。给我火把！走。
虫子，好像是虫子。强悍，是我们要找的寄生虫。把我的盒子拿来。关机！关机！老魏！原地蹲下，用衣服捂住头。走，快走！撬棍，我帮你了。黑门，快！快进去！快！老魏，快点！快！班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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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到了，谢老板，找到寄生虫了。你要兑现承诺，只要你的资金能顺利到位，我们就进行下一步的研究。放心吧，只要我们能活着出去，钱一定给你。我们进入这里之前，我的团队已经到你实验室查账了。只要账没有问题，钱自然就会到位了。老魏，你是不是又听到什么声音了？你们的状态都不太正常，我建议你们好好检查一下自己。我们被寄生了，是刚才吗？从伤口的样子看，已经很久了。你们在洞外就应该已经被咬了。天黑了，大家小心这里的虫子。得快点出去，不然被感染的人都会死。我们可以用火消毒刀刃，直接割开皮肤，把寄生虫给弄出来。不行，史料记载，寄生虫里边都是毒素，如果在皮下弄死，会立即中毒而亡。瞎子说的对。来上！他说让我们进去。我们还得继续往里。虫毒让你们产生了幻觉，这可能不是幻觉，是那东西在对我们说话。我什么都没听到。只有被寄生的人才能听到。他让我们进去。他还说，如果我们不听他的话，全都得死。现在这外面都是寄生虫，我觉得我们只能往下走，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出路。我们继续往下走，找出口。
老魏，要不咱还是坦白吧，咱瞒不住的。我自己会解决的。你发现老魏已经变了吧？如果是以前的我带队，他早就已经死了。怎么突然转性了？他不是个好人，但他是个好医生。南越人把这个大殿修成了一个符篆的形状，利用这里做了一个风水局。为什么他们要在这里修一个风水局？他们建造这座地宫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截断水脉。似乎那怪物是通过这个地下水系活动，而这个地宫就像大坝一样，堵住了他的路。和那些愤怒金刚一样，为了伏魔镇压这东西。当地人叫这种东西那加斯。这个风水局的核心就是这副棺材，这棺材里面葬的肯定不是人，而是某种可以威慑那加斯的东西，否则那怪物早就把这个地宫给摧毁了。你这说法有没有根据？没有，只是推测。推测是不是对？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你敢开棺，就别想拿到下一笔钱了。好，好。大家看我发现了什么？又到看壁画的环节了。这壁画说了些什么？南越人在一个缝隙里发现了他们的古神耶摩罗被杀死，将他带回村子。晚上，所有的人都开始做梦，梦到耶摩罗在跟他们沟通。耶摩罗告诉他们，自己是被一个叫纳加斯的古神偷袭杀死的。耶摩罗不甘心就这么死去，想要报仇。他要南越人来到纳加斯的老巢，在纳加斯重伤休眠的时候，趁机修了这座地宫，并把自己的尸体放在地宫中，让纳加斯以为自己在这里伺机服气他。耶摩罗比纳加斯强大很多，纳加斯不敢正面搏杀。神仙打架，我们遭殃。这儿怎么有一炼丹炉啊？也许他们认为给古神陪葬可以成仙，所以守灵的同时也开始修仙。我更愿意相信，这是这些人在临死前为了找个精神寄托而生出的臆想。开山！他让我们开棺，他让开棺，戈牙，否则都得死！开棺一定会发生什么，而且肯定不是好事。他在逼我们打开这个棺材。开棺，不能开棺。为什么？
为什么那家斯要逼我们打开这个棺材？那加斯不知道棺材里的东西是死是活，所以他不敢靠近。但他似乎察觉到了问题所在。那加斯跟寄生虫应该有很微妙的关系。他散播这些寄生虫，一路逼你们下来，就是为了控制人，打开这里。那就更不能开！你会死的！带着样品出去，把眼睛治好，再活100年。别说了，开棺！你们别打了！小子！别走！看来他一定非常不开心。要是你知道被骗了几千年，是你也火大。走，快点儿！老魏，走啊！老魏，老魏，走啊！走啊，老魏，快先走，来不及了！走，戈雅，我们走。快来！
就不愁没钱了。陪葬品呢？陪葬品呢？陪葬品呢？啊！陪葬品！孔盖！杀了他们！杀了他们！杀了他们！你到底还是开棺了，至少你还活着。还能活多久？20分钟吧。如果这是条死路。这是座神庙，应该是那加斯的老巢。
四周全是死路。是江海。这。我们得想办法绕过那加斯，回到地宫。看见戈雅了吗？两位老板，我们怎么出去啊？那加斯把路堵住，我们出不去了。那怎么办？这没有别的出路了呀。有浮雕。哪儿啊？上面有说怎么出去吗？这雕的什么意思啊？看来这怪物追于我们，就像人类追于蚂蚁。那我们不是死定了吗？还有一个办法，杀了那加斯。你疯了吧？那个东西那么大。你有什么打算？以我们现在的装备水平，要想对纳加斯造成威胁，只有靠这个了。而且机会只有一次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只能赌一次。这回可真的是弹尽粮绝了，还不是为了救你？可是我们还有火药啊！你小子还活着？你们看，这是用硝石、木炭还有硫磺制成的最古老的黑火药，这是地宫里的炼丹炉。戈雅，如果量足够的话，我们可以计划一下。最理想的办法就是让它在纳加斯的肚子里爆炸。任何人都控制不了纳加斯，他是不会张嘴的。那可不一定。
我们必须得把哪家子引到深渊那里去，不然这里会被炸塌。黑火药数量有限，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，我们一定要分工合作。这个就是让纳加斯张开嘴的东西。
小花，你们还活着？我们咋办啊？我们咋办？只是累虚脱了，昏过去了。瞎子，我可能出不去了。我们都受伤了，没法爬上去，可能要死在这儿了。要是让吴邪知道我们栽在这儿了，会笑死我们的。小花，你听。是水声。你还记得利马吗？我们在地下河口发现了这具尸体。这条地下河连通着上面所画的山体缝隙。或许我们还有机会。赌一把。赌一把。贵啊！贵啊！贵啊！来了，新鲜的忘不了鱼，超香。尝一尝。难怪你这么推崇，味道确实不错。那是。明天我就要回北京了。这儿条件有限，回去好好治疗。我等你再过来，我再请你吃鱼。老魏的 U 盘我看过了，他的研究没有完成，没有办法完全治愈你的眼睛。用寄生虫治病的研究，本来我就觉得不靠谱。你们在地宫里听到所谓娜珈斯的声音，只不过是中了虫毒之后产生的幻觉。所以我希望你明天跟我一块儿回北京，我们再想办法治眼睛。我觉得只有这儿都忘不了鱼，才有那个味儿。瞎子我们都很清楚不是鱼的原因。小花，
我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。如果真的要给自己选个归宿，我希望是个让自己舒服的地方。记住，再来的时候，我只招待你一个人，连熟人都不行。一路平安。走了。